方程豹豹8这辆车呢，从它出现以来一直到现在，在网上关于它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下过。但其实我是比较好奇啊，为什么大家会对于这样一辆相对硬派的车会那么感兴趣呢？当我对它进行了一些了解之后，我发现它确实是满足了现在大家一直在追求的那种向往中的那种自由吧，然后也会兼顾一些大家日常的一些城市的用车需求。那关于这辆车呢，其实大家如果有关注过我们账号的话呢，其实关于它外观啊、内饰啊，还有它驾驶的一些体验呢，我们都有做过分享。今天为什么会来做一个这种探店的视频呢？那其实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们往期视频的话呢，应该会知道我们试的那2台车其实都是一个7座的车型。其实我对于这台车更感兴趣的呢是它这个6座的版本，因为我觉得在现在我们用车的需求还有场景之下，它的6座版本呢，我觉得是更能兼顾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个舒适性的。那毕竟啊，我们整个车它满载的一个场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少会出现的。那我想先带大家去看一下它的后备箱空间。那来到后备箱这一块区域呢，其实6座版本和7座版本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那唯一一个可能区别稍微大的地方呢，是因为7座车型它第2排空间是3个座位，你再把2、3排座椅放倒之后，它是可以形成一个贯通的一个大空间的，它的地台是可以做到几乎是平的。那6座版本呢，是因为它有一个中央过道，如果说你把2、3排座椅全都放倒，那么那个中央过道的部分你可能需要额外的装备去给它填充一下，然后你在上面休息什么的，这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就去车厢内看一下它的2排到底和7座版本有什么不一样。那来到内饰部分呢，6座和7座车型它们的内饰设计风格都是一脉相承的。那最大的不一样就是6座车型第2排的这2张独立的座椅了。那这个座椅坐起来它的舒适感是很不错的。在储物空间方面呢，把杯架坐在这个扶手上，这边还放置了一个放手机的插槽。还有一个不同的点呢，是7座车型它在副驾驶的靠背上老板键那个位置是做了2个 USB-C 的接口的。那现在呢，它把那2个接口分别放到了手机插槽的旁边。那这样对于后排乘客来说，如果我有充电的需求，那我就可以很方便的给手机进行充电。那这一边这个操作的界面呢，也是和7座车型是一样的。那我感觉，豹8它这辆车做的，让我有点感觉眼前一亮的是，它的这个座椅通风和加热是做了5档的调节。我们平常去看别的车型，他们的座椅通风和加热基本上是有一个3档调节，那它这上面这个5档调节让我觉得比较新鲜的一个。那整体坐在中间这个座椅上，它的坐姿呢，它底下呢可能因为布置电池包的原因，这个座椅它是被架在一个小的平台上，我坐起来其实会感觉我的坐姿是比较高的那一种，这视野也非常好，然后有一个全景的大天窗在这边，然后这个窗线也做得低，然后我整个视野开扬感是非常好的。那还有就是这个中间的过道了，6座版本相比7座版本，它好的地方就是在于我如果要进出第3排可以通过这个过道，那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第3排的空间。那来到第3排呢，那其实6、7座的车型，他们在3排的一个空间表现上都是基本差不多的。那配置上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包括这个第3排的电动座椅，还有杯托，还有一个空调出风口。整个空间来说呢，我觉得它的横向空间其实是比较够用、比较宽裕的那一种。我这个体格的人，如果说坐2个在这里，起码横向空间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很挤的那种感觉，但是腿部空间呢，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一直认为在这种 SUV 的车型上，它的第3排更多的是一个应急的作用。那如果说你第3排想要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空间体验，
那势必会影响第二排乘客的一个乘坐的舒适性。那对于当前大家用车的一个需求来说呢，我觉得像豹八这种集多种用车场景于一身的车型，在以后还是会越来越多出现的。那如果我想出去野一下，想要追寻一下失去已久的自由，它可以带我去。那如果我在城市里，在日常生活中想要带给家人更舒服的一个出行体验，那它也可以实现。关于这台豹八6座和7座车型，你会怎么选择呢？评论区留言。